俄乌冲突已经持续800天了，那么俄乌对于战场形势描述仍是说法不一。战事焦灼之际呢，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公开放话说，美国的军援能帮助乌克兰在2025年发动反攻。面对西方的挑衅，俄罗斯国防部宣布将在近期举行非战略核武器演习。俄罗斯国防部5号表示，军队已经成功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奥切雷泰安村。此外，俄防空部队还在过去1周击落了15枚美制陆军战术导弹。俄媒报道说，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军事战略专家古斯塔夫·雷格塞尔表示，在俄军的干扰下，美国给乌克兰提供的陆军战术导弹战果甚微。格雷塞尔称，陆军战术导弹可以用来纵深打击，问题是导弹使用 GPS 制导，俄罗斯有非常有效的抑制信号的手段。乌克兰方面则称，乌军使用陆军战术导弹对俄机场、防空系统和训练场的攻击，给俄军制造了相当大的损失。乌克兰媒体4月30号还说，当天凌晨，乌军使用美国提供的陆军战术导弹对克里米亚发动了大规模攻击。陆军战术导弹系统是目前美国唯一装备的战术弹道导弹，可以携带650公斤的战斗部，射程为165至300公里，最大弹道高度50公里。乌克兰一直想要获得这款武器，用于打击俄罗斯在克里米亚地区的目标，以摧毁俄军的后勤补给。但此前美国并不愿意向乌克兰提供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原因之一是美国自己也没有多少库存。美国政治新闻网此前透露，生产这款武器的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过去20年里生产了大约4000套各种配置的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其中一些已经出售给了盟国。而美国在海湾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期间消耗了约600发。上个月，《纽约时报》称，作为3月份的一项3亿美元的援乌计划的一部分，美国已经秘密向乌克兰输送远程的陆军战术导弹系统。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也在记者会上证实了这一消息。We've already sent some. We will send more now that we have additional both authority and money.但美军秘密援助的陆军战术导弹系统能在乌克兰战场上发挥多大作用受到质疑。除了俄罗斯有高效的抑制信号的手段外，俄军的 S-300和 S-400防空系统对于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具备有效的拦截能力。此外，这款导弹的最大痛点仍然在库存上。就在美军都是用一枚少一枚的情况下，乌克兰想要用它逆转战场局势更是难上加难。不过，随着美国上个月通过了一项近610亿美元的援乌法案，美国总统拜登还动用行政权批准了一批价值10亿美元的援乌武器，包括沙利文在内的多名美国官员预期，近期的援助至少能帮助乌克兰坚持到明年初，也就是拜登本届总统任期结束后。沙利文还放话称，乌克兰或寻求在明年发起新的反攻。英国金融时报指，沙利文此番言论是白宫对如果拜登成功竞选连任后，俄乌冲突将如何演变的最清晰表述。不过，美国大选仍存变数，拜登目前的民调落后于对手特朗普。对援乌一直持怀疑态度的特朗普不久前再次强调，一旦上任要尽快结束这场冲突。俄乌战争焦灼拉锯，为提振士气，泽连斯基就在东正教复活节当天发表视频演讲。视频显示，泽连斯基身着乌克兰传统的刺绣衬衣，站在基辅拥有1000年历史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前。Підтримуємо, допомагаємо один одному, захищаємо один одного, молимось один за одного, коли всі ми стали один одному ближчими, один одному ближніми. А колишній сусід, що постійно набивався нам у брати, для нас далекий навіки. Він порушив всі заповіді, зажадав наш дім, прийшов нас вбивати. Світ бачить це, Бог знає це. І ми віримо у Бога на плечі шеврон з українським прапором. Тож з таким союзником життя точно переможе смерть. 对于泽连斯基的言论，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则隔空回应，称泽连斯基显然已经脱离现实。他还讽刺泽连斯基的声明是用药过量的结果。面对西方近期的挑衅，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6号宣布，根据普京总统指示，俄军总参谋部已开始筹备将于近期举行的南部军区非战略核力量演习。俄南方军区和海军的导弹编队将参加演习。
所谓非战略核武器，指的是战术核武器。美方曾预估，截至2020年初，俄罗斯拥有约6370枚战略和战术核弹头，其中1570枚战略核弹头处于现役部署状态。外交层面，俄罗斯方面同样强硬。外长拉夫罗夫在谈及即将在瑞士举行的乌克兰和平峰会时，直指西方和乌克兰玩弄谈判，并称俄罗斯不会参加瑞士会议或其他任何宣传泽连斯基和平方案的活动。Собрав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ей и Запада, и глобального Юга, но несмотря на такие громкие заявления о том, что это будет новая инициатива, что она будет посвящена выработке общеприемлемых подходов, это неправда. Зеленский же сказал, и он говорил, и его сотрудники о том, что на эту конференцию Россию ни в коем случае звать. Поэтому, когда наши швейцарские коллеги сейчас говорят, что нет, мы хотели позвать Россию на первую конференцию, они говорят неправду. А то, что мы не будем участвовать в любых мероприятиях, которые так или иначе продвигают упомянутую формулу мира Зеленского, это всем давно известно. То, что мы открыты к переговорам, всерьез и на основе реалий. 此外，6号俄罗斯再公布了一批通缉人员，包括乌克兰前外交部长克里姆金、最高拉达议会前议长格罗伊斯曼和前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达尼洛夫。就在2天前，俄罗斯宣布通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前总统波罗申科、陆军司令帕夫柳克等多名乌克兰现任或前任高级官员。根据俄媒的说法，通缉依据的是俄罗斯刑法典，但依据的具体条款尚未透露。俄罗斯国家杜马家庭、妇女和儿童事务委员会主席奥斯塔尼娜就此评论称，很明显，泽连斯基等人被指控是因为基辅政权的整个政治领导层都是非法的。有观察指出，非法二字是理解俄罗斯此番通缉的关键词，这与乌克兰国内当前可能面临换帅形势有关。它的实质意义应该说并不大，因为这个真要想把这几个人抓起来，那得等这个真正的这个特别军事行动完全结束、完全胜利了，它才有可能。这俄罗斯再向这个外界表示，在这个泽连斯基的政府全面变更之前，这个不可能和乌克兰进入这个和谈的状态。乌克兰总统选举原计划在3月31号举行，但因战时状态未能如期进行，而泽连斯基的本届任期将于5月20号结束。随着俄乌冲突旷日持久，乌克兰内部在战与和、如何战等问题上出现分歧，泽连斯基的支持率不复当初，能否重新当选存在变数。实际上，近段时间以来，从俄罗斯外长到总统新闻发言人、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再到媒体，俄罗斯方面一直紧盯乌克兰的选举问题不放。俄外长拉夫罗夫就直言，随着泽连斯基原定任期的结束，俄方可能不再承认他为乌克兰领导人。分析认为，俄罗斯如果能利用选举问题使乌克兰更换领导人、临阵换帅，无疑将改变当前战场上的状态。即便不能把主战的泽连斯基换掉，利用选举问题激化乌克兰内部各派之间的矛盾，分散乌方在战场上的精力，对俄罗斯也是有利的。